今天要去的地方呢，就离虎门高铁站有1.6公里，步行大概20分钟左右。旁边啊就是保利的楼盘，它的房子建的还是很漂亮的。现在出发去目的地。逆水流顾村堡郑思许陈列馆。两个车停的真好啊！看一下简介：明末清初380年历史，沙门人郑玉建造。据说还是明末太子避难的地方，四周都是水啊。易守难攻。占地是6889平方米，4条横向，72间房屋。这边是陈列馆，这边是3房2廊房。马房，养马的地方。是别人家嘛，这是还是可以看的地方。陈列馆。这个也是民居啊。我想里面好暗呐。这家具应该有些年代了，还是龙凤。还有水井。
这个好像是厨房。然后向左是郑师徐纪念馆。另外一个马房，现在都是杂物啊。哇塞，这个房子像危房一样。还有一个菜园呢，这个菜我认识，芹菜嘛。接着往前走，这边是出口，这边是另外一个巷子。这房间都好空啊！文明参观，注意安全。这边还放了一个梯子。房间几乎都差不多了。看看这个房，还有一些老式的凳子。这还有老式的餐具啊！都是2层，上面可以存物。这是另外一条巷，到这边看看。这好大的一棵树啊，这应该是榕树。这想要过来也不容易啊，这看起来将近有20米的样子。不管是古代，哪怕是现代也不好来啊，只能游过来。我们看看这一条巷子，这个好像还有2楼，去看看。哇塞，这还安全吗？怎么感觉？那签的提示，概不负责。哇，这是2楼的风景。我感觉它要垮掉的样子。
有宿舍，居然还有双层床。这房子也大概差不多。啊，这个锁着的。啊，这个是太子屋。这个房子很关键啊，位于东市横向中部。据说是明末崇祯太子居住过，所以是称为太子屋。我们看一下外面，这花纹确实很漂亮啊。还有这个横梁上的，到里面看看。这么小，洛南的太子住的也不怎么样啊。这里面还有人住，这还有一户人家。他们晒的萝卜干，这是古井，还有一个逃生的暗井。这个房子可能比较大，比太子住的好多了啊！哇，这么多旧家具啊！还有后院，应该是厨房。另外一户，是因为原来的这些，这个房子就小多了。哇，这么暗！哇！这四处都是水，为什么不开发一个项目呢？然后坐船绕一圈，收费10块、20，多好！
这城墙也是很高的，打进来一般人上不去的。看起来至少有3米啊。这个是村堡的最北端，面向龙潭水，寓意有向龙潭，也是逆水流归的来由。这个墙是3.25米，这个就是龟首楼，还是挺高的。北面是现代建筑，南面就是这个古村落、古堡。这个是外墙的抗上墙，山河土的墙体用糖浆、糯米、灰沙混填压而成，非常坚固。据说是为保护里面的金银财宝，所以金包银，是金色，但是现在已经变色了啊。这里面还有糯米，就是长城就是这样，有很多糯米粘合而成的。郑玉将7船金银运到白沙，建造了这个逆水流归村堡，保护太子。用取1船金银，其余6船就藏在这个金银楼的地下，就在这个地下，还有6船的金银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啊？这个是西钟楼，房间的布局啊，几乎都差不多。看这个锁呀，也是很有年代的 ，TIGON Tigo。这还有一个古井啊，还有水啊里面。这有一个郑思许陈列馆，开放时间早上、下午，周一闭馆。今天好像是周日也没开啊。这还有一幅画，这个画真是很逼真呐、松鹤延年，这后面都看不清了啊，不认识。还有一个箩筐。
这里面的灯挺漂亮，这个没有开门啊。这个房子，这个真大，这个。怎么每一家都有这么多罐子？这是尿壶吗？看看底部有没有字，没有看到字。里面也没有字。这个是厨房啊，还有烟筒。